大家好，我是安年，今天来讲《全职猎人》动画嵌合蚁篇第5期异次元公寓。诺布施展出他的念能力，探手往公寓里一抓，取出一个包裹扔给莫老五，包裹里装着一只巨大的烟斗，正是莫老五的专属武器。他举起大烟斗猛吸一大口，口中吐出一大群烟雾形成的兔子，兔群迅速向森林里扩散，到处打探情报。猫女的感知能力果然恐怖，兔群刚一出动，她就察觉到异常，而且敏锐地判断出来的不是生物，而是敌人的能力。猫女正在思考着要如何应对，身后的阴影里忽然传来人声，提醒她以静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反而敌人肯定要攻入巢穴，等他们赶到时，直接一网打尽即可。猫女觉得言之有理，忙问这位路过的军师：“你谁呀？”来人走出阴影，沐浴月华，背后拖曳着一对绚丽的蝶翼，正是又一名新生的王下护卫，名为萧亚普夫。蝶男告诉猫女，另一名王下护卫即将苏醒，到时候3护卫羁绊就凑齐了。猫女闻言大喜，有了同段位的队友，她就能专心研究自己的能力。毕竟她诞生没多久，还有很多隐藏功能未解锁。和凯特一战后，她慢慢摸清了自己的念能力，而且非常享受那一战的乐趣。她用新开发的念能力玩具修理者修补凯特的尸体，将它变成了傀儡，这样就能再次享受作战的乐趣了。他还操纵修补后的凯特去训练下层嵌合蚁，提升他们的作战能力。凯特真是死了都不得安生，又被玩弄又要打工。相比被解剖完大脑后就被猫女献给女王吃掉的鲍库尔，凯特才是最佳参王。说回莫老五这边，兔群摸清了森林里嵌合蚁军团的分布，他又施展出雾影之术，将大批蚁群困住。诺布趁机发动念能力，将敌人一个接一个关进次元公寓。尼特罗会长守在公寓里，慢慢料理送进来的猎物。随着越来越多嵌合蚁消失，科尔特开始察觉到异常，他赶紧和佩吉商量了一番。眼下因为要选拔能觉醒念力的嵌合蚁，许多兵力都被抽走了，排到外面扫荡人类的远征部队又被藏在暗处的强敌盯上。眼下的局面很棘手啊。佩吉觉得他们搞不定，那最好去请示猫女。风水轮流转啊。王下护卫诞生前，佩吉这一伙团长还算军团的决策层，现在大权都落到猫女和蝶男手上，事事都要上报请示。佩吉很想喊一句：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但他没那个实力，也没那个胆。猫女对管理指挥不感兴趣，忙着埋头鼓弄她的玩具，让佩吉和科尔特自己去处理麻烦，她只负责包围蚁穴内部的安全。话说另一边，小杰二人一边躲着扛大喇叭的对手，一边商量着要展开1周变强开挂不是特训。结果就遇到了之前在贪婪之岛游戏里认识的老师。原来庞姆用自己的念能力调查了小杰二人的经历，知道他们要特训，专程叫来了和他们有过师徒孽缘的合法萝莉。库鲁加说，尼特罗那老家伙坏得很，表面上比赛期限是1个月，实际挑战难度可能花上1年都很难完成。小杰还幻想1周搞定，纯粹是白日梦做多了。库鲁加双手叉腰，蛮横地表示，为了救出凯特，为了小杰和奇亚的小命，为了我的好徒儿们，喜闻乐见的疯狂星期四疯狂特训要开始了。首先是苦练基本功，库鲁加让2人持续释放念力，保持好状态，第一次只需要熬3个小时就行了。好徒儿们一听，脸差点下绿。奇亚目前最多能坚持55分钟，3个小时实在太强人所难了。果不其然，1个小时不到，2人都支撑不住了。库鲁加一边看着时尚美男杂志，一边让徒儿们继续。正常情况下，想延长释放状态10分钟，就要苦练1个月。他们既然想要速成，那就不可能走正常的训练节奏。以后别幻想睡觉和休息了，他们没这闲工夫。与此同时，在街上校正了一整天的拿库路，发现对方根本不来应战，自己在公园等到了大半夜，依然执迷不悟。他相信男人只要擅长坚持，就一定能得到对手的回应。小杰二人完全没工夫回应，他们累得倒头就睡。库鲁加老师只给了他们30分钟休息时间，到点就开始踢人，多1分钟也不行。正所谓严师出高徒，在库鲁加的不断鞭策下，小杰二人苦练了10天，终于将练延长到3个小时。2人被折腾得快猝死过去了。然而这不过是个开始，库鲁加又让他们马上去挑战拿库路。小杰二人怕状态不佳输给对手，库鲁加表示没关系，输了就再打呗，反正只要契服不被抢走，他们就不会被淘汰。到时候感觉打不过了，马上掉头逃跑，多刷刷实战经验。
他们的实力才能迅速提升。库鲁家接下来的教学安排是每天用练3小时热身，然后去挑战拿库路，直到胜利为止。不得不说，拿库路真是个擅长坚持的男人，居然硬生生在公园里等了10天，光凭这份执着就值得尊重，所以大家敬佩地称呼他为二愣子。拿库路不认识小杰和奇亚，一瞧他的对手居然是2个孩子，心态顿时发生了变化。那个混账会长瞧不起他是吧？把他和小鬼排在一起，是在暗示他是小学生水平。更可气的是，这2小屁孩一步一个大喘气，累得筋疲力尽呢，居然还敢应战。是可忍说不可忍，他们不仅在侮辱自己的实力，还在侮辱自己的人格。他当场要小杰2人揍自己。拿库路想摸清对手的实力，但又觉得他们的拳头不值得自己躲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让你们尽情揍个爽，我不会还手，也不会挪动一步。拿库路开出了这样的赌约，如果他赢了，小杰2人就得留下契服，被人如此藐视。小杰气得牙根痒痒，但事实胜过雄辩，他们和拿库路的差距确实太大了。眼下貌似有获胜的捷径，机会实在不容错过。定好赌约后，小杰开始举起毒条，准备施展念拳。拿库路一瞧小杰这气势，就意识到自己轻敌了。如此可怕的拳头，如果正面应接，被小杰一拳打中心口要害，可能会当场震碎心脉，吐血暴毙。然而大话已经放出去了，他此时躲闪就是在打自己的脸。为了男人的尊严，拿库路只期望小杰讲点武德，别打要害位置，猜拳出击。小杰一拳打出，拿库路竟然被当场打晕。奇亚人都傻了，明明看上去挺强的一个人，咋一碰就碎？难道拿库路就是传说中的玻璃大炮？他们也不能扔下这个二愣子不管，只好把他抬回旅馆里。拿库路从昏迷中苏醒后，见小杰2人正在日常训练，他承认是自己太轻敌了，随即发现他的契服并没有被抢走。拿库路很吃惊，之前打赌他已经输了，小杰2人为何不拿走他的契服呢？小杰解释说，他们的真正目的不是夺取制服，赢得这场竞赛，而是拥有正面打败拿库路的实力。只有实力足够强，才能重新回到讨伐队伍中，救回凯特。拿库路听完小杰的话，不由对他们肃然起敬。这2个孩子年纪虽然小，却拥有金子一般可贵的品质啊！他承诺在接下来的20天里，随时都可以当小杰2人的陪练。更加残酷的特训开始了。拿库路虽然有点像个铁憨憨，但他的实力确实在小杰2人之上。主角团屡战屡败，又屡败屡战，不知不觉中实力突飞猛进。不久，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完成3小时练，但这段时间一直没赢过拿库路。眼下已经是比赛的最后1天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小杰2人已经适应了高强度训练，师傅却忽然要他们好好休息，把状态回满，全力一战。这是最后的机会，不成功便成仁。库路家琢磨的是，最后这一战不管是输是赢，小杰2人都能有所收获。他们还年轻，只要不放弃变强的信念，就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小杰2人不这么想，1个月的特训让他们信心百倍，他们坚信这回必胜无疑。2人赶到公园对战时，发现拿库路的师弟秀托也上场了，这是他们的正式对决，双方都不再留余地。与此同时，蚁穴深处又有一枚暖孵化，诞生的正是王下3护卫最后1人猛图图有痞。护卫羁绊正式凑齐，他们静等着新王出世，一起踏平全世界。异形电影中经典的一幕再现了，女王还在临产期，强大的新王就凭借着自己的意志，直接刺破母体，把自己生了下来。女王已当场惨死，团长和护卫们闻讯赶来，饥饿的王下达了问世第1条命令：给我拿吃的来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评论支持一波哟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。